大家好，这里是 Jeffrey Tech。每年苹果发布会前夕，各种传闻爆料都层出不穷。如今，离 iPhone 16发布不到一周，一个 iPhone 16系列不支持微信的传闻就在近日闹得沸沸扬扬。传言涉及到了10数亿微信用户和数亿 iPhone 用户以及潜在购机用户，加上腾讯和苹果最近确实就苹果税的事情在沟通，所以也有不少人将信将疑。那么，这个传言会是真的吗？面对消费者和媒体的疑虑，日前苹果技术顾问回应称，苹果与腾讯正在积极沟通相关事项，出于自身效益考虑，双方都会有所让步。至于微信未来能否下载使用，请以官方消息为准。腾讯在第二季度财报电话会议上表示，正在积极与苹果协商，希望能够实现三方共赢。财联社则报道称，从内部人士获得消息，苹果要下架微信的传言为谣言。尽管腾讯和苹果官方都未公布确切消息，但正如苹果技术顾问所言，大概率双方都会有所让步，因此微信要从 iOS 平台下架基本可以判定为谣言。其实早在2017年前后，网上已有大量关于 iPhone 和微信2选1的话题讨论，当时大多数人认为微信的用户粘性更高，但依然有不少网友坚决支持苹果。然而这一次的微博热搜话题下，网友们却几乎清一色支持腾讯。网友们态度的转变，很大程度是因为苹果税切实影响到了 iPhone 用户。对于 App Store 上架的应用，苹果会进行抽成，根据地区和开发者的营收规模不同，苹果的抽成也有差别。目前中国地区 App Store 抽成规则为小型开发者抽成 15%， 标准抽成 30%， 属于比较高的一档。据第三方调研机构 Sensor Tower 统计，2023年苹果税全球收入高达 223.4 亿美元，约合人民币1600亿元，其中中国市场贡献了超过400亿元。过去还常有苹果粉丝用安卓抽成更高来维护苹果，但安卓平台的抽成一般针对游戏渠道服务，平台要负责游戏运营维护和推出各种福利吸引消费者。若不愿意玩渠道服务，安卓手机用户也可以从游戏官网下载应用，没有任何平台抽成。苹果公司则是丝毫不管游戏运营，而且禁止用户从第三方渠道下载和充值。Epic 旗下的游戏堡垒之夜曾通过绕过 App Store 内部付款渠道的方式逃避苹果税，结果与苹果打了许久官司，游戏还惨遭下架4年，直到今年7月 Epic 才宣布堡垒之夜将在欧洲地区重新上架 iOS 平台。游戏之外的其他应用，安卓手机厂商很难收到抽成，苹果更是无孔不入，从开通 App 会员到直播、短视频打赏，苹果都要抽走一部分。全球最火爆的短视频平台抖音，安卓用户1元钱可以购买10个钻石，苹果用户却只能买7个钻石。其他各类 App 开通会员时 ，iPhone 比安卓手机贵也很常见。在欧盟的压力下，苹果做出了一些让步，例如欧洲地区逐步开放第三方应用侧载。Ready Tested 在 Epic 的资助下，推出了 iOS 平台首个第三方应用商店 All Store PAL。但整体来看，苹果税依然居高不下。苹果与腾讯矛盾的核心在于苹果盯上了微信小程序游戏的利润。2024年1到6月，中国游戏产业报告指出，今年上半年游戏市场实际销售收入为1472.67亿元，同比增长 2.08%， 其中小程序移动游戏总营收166.03亿元，占比高达 11.27%， 而且同比增幅高达 60.5%， 市场潜力巨大。微信则是小程序游戏领域的霸主，苹果公司迫切希望吃到小程序游戏这块蛋糕，因而才会向腾讯公司发出警告。网友们不乏小程序游戏玩家，一旦腾讯向苹果妥协，难免出现小程序游戏充值价格上涨的情况，因此反对的声音自然越来越多。这次的事件最终结果大概率是腾讯与苹果各退一步，苹果减少抽成比例，腾讯接受一定的抽成，但强制的小程序游戏抽成或者向腾讯妥协，都可能给影响力本就在下滑的苹果雪上加霜。反对的声音增多，维护的声音减少，苹果的影响力无疑正在下滑。结合营收和利润来看，苹果的问题更加明显。依托于强大的工业实力，中国市场与国际市场情况往往存在较大差异。今年第三财季，苹果公司总营收857.77亿美元，同比增长 5%， 净利润214.48亿美元，同比增长 7.9%。欧洲、北美、亚太等地区都保持着不错的涨幅。转到中国市场，第三财季苹果大中华区营收为147.28亿美元，同比下滑 6.5%。IDC 统计数据显示，今年第二季度中国市场苹果手机销量同比下滑 3.1%， 4年来首次销量跌出前5。
库克本人也承认，中国手机市场太卷了，华为、OPPO、vivo、小米、荣耀多强并列，产品的性能与体验已不落后 iPhone， 系统层面也不再是 iOS 遥遥领先，甚至近几年 iOS 新增的许多功能安卓系统早已有之。在竞争相对没有那么激烈的欧美市场，苹果只需要击败三星旗舰机就能高枕无忧，但在中国市场，强敌环伺的苹果需要寻找突破口，苹果却似乎没有注意到事态的严重性。如今警告腾讯公司，更像是 iPhone 销量和营收下滑后强行提升收入的举措。但若腾讯坚持不让步，或要求与苹果各退一步，对于苹果的影响力都会是巨大的打击，甚至有可能影响到 iPhone 16的销量和苹果未来的营收状况。每年第4季度和次年初，凭借刚上市的新机，苹果都能冲上智能手机销量排行第一。但今年 iPhone 16系列能否重现过去的辉煌，这很难说。iPhone 16销量或将下滑的主要原因在于价格。CFRA Research 的技术分析师 Angelo Zino 预测，因加入了更多 AI 功能， iPhone 16系列价格可能会全面上涨。iPhone 15系列起售价已高达799美元，但 iPhone 16系列若再涨价，起售价可能会达到899美元左右。苹果公司曾有意将 iPhone 打造成奢侈品，并邀请在奢侈品公司把保利担任过 CEO 的 Angela Ahrens 到苹果出任高级副总裁。iPhone X 高达999美元的起售价便是他的杰作。结果当年第4季度 iPhone 销量暴跌， Angela Ahrens 也被迫于2019年离开苹果。近几年 iPhone 不断涨价，大有走老路的情况，而苹果的对手安卓厂商虽在冲高端，但更具价格优势。在安卓旗舰机持续进步与 iPhone 不断涨价的影响下，越来越多消费者选择了安卓手机。长期以往，苹果营收和 iPhone 销量很可能持续下滑，而 iPhone 份额不断下滑，在开发者心中的权重难免也会下降，甚至可能会导致更多开发者与苹果叫板，探讨更合理的抽成比例。不过话说回来，库克是个生意人，苹果决策层更是一个群体，而非一个血气方刚意气用事的个体。事实上，腾讯和苹果、微信和 iPhone 在业务上彼此交融，要真的撕破脸皮，谁都不好过。这件事很可能以双方各退一步告终，不至于像 Epic Games 那般兵戎相见。Jeffrey 看来，苹果的当务之急不是提高营收和利润，而是通过让利消费者的方式提高产品竞争力和销量，以增加影响力和话语权。乔布斯创下的苹果帝国在库克手中到达了巅峰，但王朝总有落幕，即便强如苹果，也在造车业务失利。一旦几个重大决策错误，王朝就可能轰然崩塌。iPhone 用户群体始终是苹果帝国的根基，唯有夯实基础，才能在其上建设万丈高楼。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。你对苹果 iPhone 16不支持微信这个传言怎么看？如果 iPhone 和微信2选1，你会怎么选？欢迎和我们交流互动。想了解更多数码资讯，记得关注我们的频道。我们下期再见。